1949年，随着三大战役落下帷幕，我党已胜券在握。为此，国民党内部不少人通过第三方向我党传递出友善的信号，希望能拥抱新社会。对于这些前来投诚的人，毛主席本着统战的考虑，都予以了宽厚的待遇。可有一个位高权重的国民党大员，毛主席无论如何也不肯接纳，他就是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何应钦。在国共两党20多年的敌对史中，何应钦一直都是国民党的铁杆反共派，其手上沾满了共产党员的鲜血，如果连他都能放过，天理难容啊！有朋友也许会想了，虽然共产党不待见他，但这么一个铁杆反动派，在国民党内应该会深得老蒋欢心吧？恰恰相反，蒋介石对何应钦也是恨不得除之而后快。在蒋介石崛起的过程中，何应钦三番四次置他于死地，如果不是碍于政治需要，老蒋恐怕早就已经找机会把他除掉了。那何应钦究竟干了什么事，居然让蒋介石跟毛主席都如此不待见他？何应钦出生于贵州兴义县的一个牛贩子家庭。1908年，何应钦凭着全县第一的成绩，被省礼保送到日本陆军振武大学进修。日俄战争之后，中国出现了一股留日狂潮，日本看准了商机，办了许多留日速成班来忽悠中国人。这个振武大学就是其中一所野鸡大学，在日本根本排不上号。当时与何应钦在一同进修的还有蒋介石，只不过两人此时并没有交集。当时革命党的大本营就设在了日本，他们为了培养革命火种，大力发展留日中国学生这个群体。何应钦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，也在1909年加入了中国同盟会。辛亥革命爆发后，何应钦受委派回国，在上海督军陈其美身边从事起义工作。这陈其美就是蒋介石一生最敬重的结义大哥，当时蒋介石就跟在他身边混，两人也在这时结下了不解之缘。1913年，由于宋教仁被刺杀，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，何应钦也参与其中。二次革命失败后，何应钦逃亡日本，不久后又回到了老家贵州混饭吃。当时主政贵州的军阀叫刘显世，刘显世有一个外甥叫王文华，那时候正在招兵买马，扩充自己的势力呢。在当时，何应钦这种留日人才在贵州那穷乡僻壤绝对是宝贝疙瘩呀。为了拉拢何应钦，王文华甚至还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他。就这样，何应钦挤进了贵州高层权力圈。当时贵州像很多省份一样，内部都存在新旧之争，那是因为民国初年各省的军事武装都是清朝时期遗留下来的旧军人，他们对现代军官学校毕业的新人非常不感冒，双方矛盾极其尖锐。刘显世跟王文华虽然是生旧关系，但同时也是新旧党派的首脑。1920年，贵州发生民9事变，新派发动政变，赶走了老人，王文华掌控了贵州大权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何应钦坚定站队在王文华一边，成了贵州炙手可热的人物。但是好景不长，1921年3月，王文华被刺身亡，新派内部发生夺权混战，老派趁机反攻倒算，何应钦被逼无奈之下，只好带着夫人逃到云南避难。云南省督军顾品珍听说过何应钦的大名，对他甚是礼遇，把他任命为了云南讲武堂的教育长。但是贵州老牌势力对他怀恨在心，竟然派出刺客到云南实行暗杀。何应钦毫无防备，被刺客2枪打中要害，差点殒命当场。幸好救治及时，这才保住了一条小命。休养了1年后，何应钦觉得云南还是离贵州太近了，不够安全。为了躲避贵州老派的追杀，他只好跑到上海寻求老东家孙中山的庇护。但当时的孙中山已经离开上海，在广州折腾起了黄埔军校。何应钦来到广州时，蒋介石已经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。那时候蒋介石在广东毫无根基，正在满世界的发展自己的党羽呢。而何应钦也是一个外来者，当年在上海又有过一段革命友谊，正是不二的拉拢人选。所以蒋介石大手一挥，就给了他一个黄埔军校总教官的职位。当时蒋介石率领的军队是国民革命军第1军，说是军，其实手底下只有黄埔学生组成的2个教导团，而何应钦就掌握了其中一个教导团。这也是他后来在国民党中屡屡触犯蒋介石，却始终倒不了的一个重要因素。这个教导团里像关麟征、刘峙等人，后来可都成了国民党的封疆大吏，
老蒋要收拾他，也要考虑一下影响。后来在2次东征陈炯明的过程中，何应钦作战勇猛，有胆有识，立下了赫赫战功。随着苏联的援助加码，蒋介石当时第一军也开始急剧扩充到4个师的兵力，何应钦被任命为第1师师长，这是绝对的嫡系了。后来在决定蒋介石命运的十字路口中山舰事件中，何应钦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坚定站队蒋介石一方，不遗余力地清洗第一军内部的共产党员。从此他跟共产党开始结下了梁子。不久之后，北伐战争爆发，何应钦与桂系白崇禧作为偏师，从广东入福建进攻浙江，一路势如破竹，为国民党拿下东南财富重镇立下汗马功劳。当时蒋介石与国民党左派以及苏联人的关系已经是剑拔弩张，急需拿下东南这块财税重地作为立足之本。为此，他不惜勾结江浙财阀和帝国主义侵略者，对共产党人发动412反革命政变。何应钦也是充当了他的帮凶，手上沾满了革命烈士的鲜血。412之后，国民革命军再次北伐，可何应钦率领的第1师在北伐徐州的途中被北洋军阀张作霖所部打败。白崇禧趁机联合汪精卫，对蒋介石发起了逼宫大战。当时何应钦作为蒋介石的嫡系，非但没有为老东家说一句公道话，反而动起了歪心思。何应钦自认为资历和能力都不在蒋介石之下，别以为何应钦真的不能取而代之，在黄埔学生心中，对何应钦的爱戴丝毫不在蒋介石之下。黄埔学生这块资源可绝不是蒋介石独家专利，像程潜、李济深、邓演达、何应钦乃至于周恩来，这些在黄埔当过老师的人，或多或少都可以使用这份资产的。本着这点心思，何应钦在整个逼宫大战过程中始终一言不发，沉默就是暧昧，暧昧就是偏袒啊！以至于蒋介石后来在日记中写道：如果当时径直说一句话，我是可以不用走的。蒋介石走后，何应钦也过了几个月黄埔一把手的瘾，但不久之后，蒋介石就开始卷土重来了。他通过跟江浙财阀宋家的联姻，获得了当时中国实力最雄厚财团的支持。正所谓无粮不聚兵啊，黄埔军人也是要吃饭的，蒋校长能弄来钱，军人们自然要跟着他混。于是何应钦这个总教官很快就被架空了。何应钦生怕蒋介石会跟他算总账，一直惶惶不可终日。不过蒋介石虽然恼恨于他关键时刻背叛自己，但当时正处于草创之初，需要各方面人才支撑自己带的草台班子，再加上何应钦在黄埔威望太高，贸然把他撤掉恐怕会对军心不利，所以蒋介石依旧捏着鼻子启用了何应钦。不过经此一事，蒋介石对于何应钦的信任值已经归零。鉴于这个人有取代自己的心思，蒋介石再也不敢把军权交到他的手上了。从此以后，何应钦只是担任一些参谋长之类的职务，没办法再继续接触军队了。直到1931年，蒋介石要对江西红军根据地进行围剿，何应钦才再次被授予军权，统帅20万大军进行第2次围剿。毕竟何应钦跟共产党苦大仇深，把军队交给他，也不怕他整出什么幺蛾子来。这次反围剿中，何应钦执行蒋介石稳扎稳打、步步为营的方针，结果被毛主席和朱德带领的红军避实击虚，打得大败亏输。反围剿失败后，何应钦再次失去了军权。更不妙的是，老蒋在黄埔内部扶持起了另外一派势力陈诚系，跟他分庭抗礼。陈诚是蒋介石的浙江老乡，一向善于溜须拍马，对领袖的忠诚度拉满。这样的人显然比何应钦这个白眼狼更值得培养。从此以后，中央军内部出现分裂，以汤恩伯、顾祝同、刘峙、关麟征、杜聿明、王耀武为主的何应钦系，跟以胡琏、黄维、刘云汉、杨业孔、石祖煌、吕文珍、李仲新为代表的土木系开始分庭抗礼。他们之间的派系斗争一直持续到功德林也没消停过。但总的来说，何应钦派系的实力还是更为雄厚，毕竟陈诚起步晚，他手下那些人缺乏底蕴，而老何手下那些黄埔一期生全都是叱咤风云的大牛，这点就连蒋介石也无可奈何。从江西战场回来后，何应钦又被蒋介石派去了河北。当时日本刚发动918事变不久，兵锋直指热河、承德。1933年，何应钦取代张学良在河北坐镇的时候，畏敌如虎。
听到日本占领通州的假消息后，直接一退千里，真是丢尽了中国人的脸面。为了息事宁人，他跟冈村宁次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议，承认日本对东三省的占领是合法的。消息一出，举国哗然呀。1934年，西北军吉鸿昌、方振武在关外组建抗日义勇军，抗击日寇。结果何应钦非但不声援，还联合日军一起绞杀抗日武装，最终方振武被杀，吉鸿昌流亡海外。事后为了讨好日本人，何应钦更是签订了臭名昭著的和美协定，出卖了察哈尔主权，并承诺取缔抗日组织。何应钦种种丧权辱国的行为最终起到了反作用。国民党内部一些沉默的爱国人士被激起了火气，纷纷转而要求抗日，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。随着反日浪潮日益高涨，1936年，张学良、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，扣押了蒋介石，要求他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。这时候，伏低做小了许多年的何应钦再次露出了獠牙。他为什么要亲日？你以为他真的那么爱日本啊？不过就是挟洋自重，想要借助日本人的势力巩固自己的地位罢了。这次要是把老蒋弄死，再加上日本人的支持，总裁大卫非他莫属啊。为此，他假模假样的在南京白衣挂帅，声称要武装进攻西安解救蒋介石，实际上是企图将蒋介石置于死地。可不曾想，在共产党和宋美龄的斡旋下，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，何应钦竹篮打水一场空。蒋介石回来后恨不得吃了这个家伙，可还是那个原因，他的势力太庞大了。由于和蒋介石共享黄埔资源，两人可谓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真要是弄死他，蒋介石自己也要遭到反噬。西安事变后，何应钦再次收敛锋芒，但老蒋对他的信任值已经为负了，刚回南京就拿掉了他军政部长的头衔，贬为负责练兵的陆军总司令。抗战爆发后，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，何应钦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，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抗战派。不过蒋介石可不敢用他，万一跟日本人整出点什么来，可就麻烦了。直到1940年皖南事变的时候，何应钦才得以再次掌权。毕竟对付共产党，蒋介石对何应钦是100个放心的。在何应钦跟顾祝同的联手策划下，江南新四军损失惨重，军长叶挺被捕，政委项英被杀，多年积攒的革命力量几乎毁于一旦。有了这件事，何应钦跟共产党的梁子是解不开了。事后，何应钦再次被架空，成了一个橡皮图章。直到解放战争末期，国民党大势已去，何应钦这才慌了。他通过中间人找到共产党求原谅，结果惨遭拒绝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跑去台湾，过起了被蒋介石监视居住的日子。直到1987年，才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。